我爹将我和姐姐吊在悬崖上，可我们非但不害怕，反而拿着小刀争先砍断绳索。只因族中规定，掉下山崖没死的那个人会成为山神妻子，从而拥有掌管全族的权利。我用尽浑身解数解开绳索，朝崖底坠去，眼看就要摔入崖底，怎料一阵清风袭来，将我吹回崖边。山神选妻了，晚秋你是个好福气的。就这样，我和山神顺理成章地定了亲。怎料姐姐极度的发狂，竟在迎亲那日将我打昏丢在半路，顶替我嫁给山神。可没想到姐姐这一丢，竟让我意外救下龙族太子。太子对我一见钟情，将我带回龙宫。婚后我生下龙宝，太子欣喜若狂，立我为妃。而姐姐嫁给山神后，却沦落为众多小妾之一。再后来，姐姐替嫁的丑事败露，山神一怒之下废了姐姐的右手后，将她休妻。回家探亲时，一无所有的姐姐在饭菜里下药，将我毒死。弥留之际，姐姐的咒骂声在我耳畔回荡。从小到大，你都处处比不过我，现在凭什么过得比我幸福？再睁眼，我回到了迎亲那日，姐姐没再把我丢下，而是朝龙族太子落难的方向跑去。见状，我便知道她也重生了。可她不知道救下龙族太子容易，但想要生下龙宝却难如登天。我眼底涌现出一抹杀意，既然姐姐想吃苦，那我便让给她。就在这时，门外突然雷声大作，天空瞬间被乌云盖得严严实实，眨眼间天昏地暗，隐约能看见上面站着几个穿红衣的人。我知道这是龙族来下聘礼的使者。很快在族中长老的簇拥下，傅景云拉着姐姐的手出现在众人面前，满脸深情地说：婉容，心地善良，在后山救下了我，从今天开始，她就是我的侧妃。我按规矩跪了下去。姐姐满眼得意地看着地上的众人，可在她看不见的地方，我的嘴角却轻轻扬了起来。我的好姐姐，既然你自己不想活，那我也只能成全你了。龙王大婚比我们挑选夫婿重要100倍，姐姐和我们都被接到了龙宫，不许出门一步，只能专心准备姐姐婚前的琐事。我摸着傅景云专门派人送来的天珠，心里没半点波澜。这东西虽好看，可在我眼里却跟催命的鬼画符没两样。前世我得到的比姐姐好100倍，连我的一言一行都会被3界其他女人争相模仿。可背后为了生下那孩子，我受了多少苦，只有我自己知道。我还没来得及碰桌上的东西，姐姐身边的婢女就匆匆跑过来：姑娘，我们家娘娘有请。我皱起眉头，此时的姐姐不该再准备嫁衣吗？怎么会想起我这个不痛不痒的妹妹？我心里虽有疑虑，可现在她毕竟是太子侧妃，她的话我没能力反抗，只能只身前往。不料刚走到姐姐的房间，就看见傅景云敞开衣襟，满面春风地从里面走出来。我连忙低下头，她却看都没看我一眼。她身上的味道太熟悉了，那是龙族动情后散发出的独特气息。我一闻就知道姐姐已经跟她有了夫妻之实。没办法，蛇族女子成年后往往身不由己，一旦碰到男人就会不自主地靠近，可这也是致命的缺点。姐姐面带微笑地半躺在床上，身上只浅浅盖着一层薄被，完全藏不住完美的身材。她叫我进来，脸色瞬间沉了下来，慢悠悠伸出一根手指，指了指桌上的刺绣图案：这是你绣的吗？我很喜欢。我不敢动，从小到大她对我非打即骂，怎么会突然好心夸我？更何况上一世是她亲手把我从万丈悬崖推下。想到这儿，我的心就控制不住地跳。她见我没动，猛地从床榻上坐起来，随手把旁边的玉如意狠狠砸在我头上，鲜血瞬间模糊了我的视线。我强压着心里的怒气跪到地上。她看我这模样，似乎很满意。我让你来，是想让你好好看看我是怎么一步步走到这个尊贵位置的。你最好少有点不安分的想法，少在太子面前晃悠。我抬头对上他的眼神，他被我眼里的情绪惊了一下，随后几步走到我面前，一把扯住我的头发。妹妹不敢忤逆太子妃。林晚秋，你是不是以为我不知道你也重生了？你从小在蛇族长大，怎么会绣出龙族天后专用的图案？姐姐，
我从来没想跟你争，以后也绝对不会出现在太子面前。你以为我会输给你这个丑女人？就算你想争，也争不过我。哼！姐姐毫不在意的嗤笑，手指轻轻划过我的脸。我轻轻叹口气，扶着额头从地上站起来。有些东西我不争，是因为我想活得更久。只有蠢货才会执着于那些没用的垃圾。龙族不愧是赫赫有名的贵族，哪怕只是一个侧妃的婚礼，也办得格外显赫。不仅有许多奇珍异兽来观礼，还送了不少珍宝，可谓是给足了面子。姐姐穿着大红嫁衣，满脸红晕地牵着傅景云的手，在众人的期待中走出来。她终于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位置，脸上的幸福藏都藏不住，甚至看到我时还挑衅地歪了歪头，张开嘴无声地对我说了2个字：对，我是废物。可她马上就要迈进地狱了，真不知道到底谁更可怜。可这笑容还没持续多久，傅景云就把一杯酒塞进她手里，喝下去。姐姐连忙接过来，刚要一饮而尽，酒里刺鼻的味道就飘了出来。她大惊失色，下意识把酒杯扔了出去。这刺鼻的味道，即使相隔再远，我也能够认出，这便是我前世避之不及的雄黄。雄黄是我们蛇族的克星，哪怕是修炼了千年万年的妖怪，也抵挡不住一杯雄黄的威力。喝一口虽不会死去，但却会缠绵病榻几个月，生不如死。前世我也遇到同样的境况，可我根本没敢拒绝。我知道我的命跟整个龙族的脸面比起来，根本不值一提。要是在众人面前拒绝傅景云，以后的日子肯定不好过。我硬着头皮喝下去后，整场婚礼我的头都是昏昏沉沉的。可他根本不在意我的感受，毕竟在他眼里，我不过是个低贱的玩具，谁会在意玩具的心情呢？可姐姐明显没搞懂现在的状况，她嘴一嘟，扑进傅景云怀里撒娇：夫君，我不要喝这个嘛。她没注意到傅景云的脸色已经黑了下来。碍于现场这么多宾客，她还是耐着性子吼：听话，这是龙族的习俗，这么多人面前你不能耍小性子。按理说高高在上的龙太子都这么说了，姐姐就该见好就收，可她像没察觉到危险正在靠近，依旧拒绝。我不喜欢这个破习俗，我们蛇族最讨厌雄黄了，以后我再也不想不见到他。这句话彻底激怒了在场的龙族，他们把雄黄酒奉为吉祥之物。姐姐这话跟打他们的脸没两样。果然，现场几个龙族已经私下抱怨起来，还连带骂傅景云昏庸。议论声传进傅景云耳朵里，他的耐心彻底没了，声音里带上了弥足之气。够了！今日这雄黄若没人喝，你们蛇族便再走不出这门。姐姐被傅景云的狰狞的样子吓得慌了神，环顾四周，将手指向我：夫君，只交杯酒，我今日身体抱恙，让我妹妹替我喝可好？我瞪大眼睛，没想到他会将事情的矛头引向我。经他这么一说，全场龙族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。既然如此，那便让你这妹妹先为代劳吧。侍卫将雄黄酒递到我面前，但我却没有接，毕竟过几日就是我驾驭山神的日子。如若喝了雄黄酒身子抱恙，惹了山神不快，那我日后便没翻盘的资本。见我如此反应，姐姐立刻在旁添油加醋道：妹妹，我知道你视这雄黄为烟糟之物，但也不能折了大家的面子啊。闻言，傅景云红了眼，他一把夺过酒，捏起我的下巴，居高临下地俯视着我。让你喝就喝，你想死吗？这话如尖刀刺入我的耳朵。傅景云拿起酒杯，企图灌入我的嘴中，我没了办法，只能任凭他摆弄。怎料这时门外突然传出一声厉喝：谁给你的胆子，敢欺负我的人？山神的声音像惊雷一样在龙宫炸开，原本吵闹的婚礼瞬间变得死寂。傅景云的手僵在半空，那杯雄黄酒晃个不停，溅出的液体落在地上，冒出白烟。山神，你竟然为了一个卑贱的蛇女，闯我的婚礼！
山神走得不紧不慢，但他每走一步，脚下的白玉砖就裂开一道缝。龙族的卫兵吓得脸色发白，没一个敢上前。他直接走到我面前，大手有力地握住我的手腕，把我拉进他的怀里。他的动作虽然强硬，却小心地避开了我头上的伤口。我的人，轮不到你来教训。这酒，你自己留着喝吧。我的人，轮不到你来教训。这酒，你自己留着喝吧。我靠在他冰冷的胸膛上，心里那根紧绷的弦终于松了。我抬头看着他，心情很复杂。前世我跟他没有半点交集，这一世我本想利用他逃离龙族，却没料到他真的会为了我公然挑衅傅景云。林婉容在一旁看傻了眼，他原本想看我惨死，可现在他抢走的龙太子在山神面前缩得像个乌龟。山神大人，您别被他骗了，他根本配不上您。山神连眼皮都没抬一下，只是随手一挥，一股劲风就把林婉容掀翻在地。他那身红嫁衣沾满了灰尘，看起来狼狈极了。傅景云脸色铁青，拳头捏得咯咯响，却一句话也不敢反驳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山神带我离开。我们停在了一座古老的宫殿前，这里没有龙宫那么奢华，却透着一种让人敬畏的神圣感。我们停在了一座古老的宫殿前，这里没有龙宫那么奢华，却透着一种让人敬畏的神圣感。山神把我带进殿内，随手一挥，一道绿光拂过我的额头，我感觉到伤口一阵清凉，伸手一摸，伤疤竟然全消失了。既然进了我的门，以后没人能再伤你。我看着他离去的背影，心里很清楚，这只是复仇的开始。我不再是那个任人践踏的棋子了。山神带走我后，龙宫的婚礼成了一场笑话。傅景云把满桌的贡品全掀翻了，吓得宫女们跪了一地。林婉容捂着脸坐在地上哭，她那精心打扮的妆容全花了。夫君，那个林晚秋肯定勾引了山神，你一定要帮我出这口气。闭嘴！要不是你连杯酒都不敢喝，我至于在山神面前丢这么大的脸吗？傅景云一脚踢开林婉容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前世他对我也是这样，只要不顺心，就把气撒在我身上。这一世，林婉容终于也尝到了这种滋味。相比龙宫的鸡飞狗跳，山神殿安静得让人意外。山神给我安排了最好的房间，里面的陈设虽然简单，但每一样都是难得的灵物。我正坐在院子里发呆，山神身边的老管家走了过来，递给我一碗冒着热气的药汤。夫人，这是大人特意吩咐为您熬的，能补气血，驱散您体内的蛇毒。我愣住了，前世在龙宫，我为了生下龙宝，每天喝的都是催生的苦药，从来没人关心过我的身体。我端起药碗一饮而尽，一股暖流瞬间流遍全身。我看着远处的群山，心里有了打算。既然老天让我重活一回，还给了我这么好的靠山，我一定要把前世受的苦千倍百倍的还给林婉容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门外传来一阵嘈杂声，几个蛇族的长老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门外传来一阵嘈杂声，几个蛇族的长老急急忙忙地跑了进来。晚秋啊，你快去劝劝山神，龙族那边发火了，说要咱们交出你，否则就要对蛇族不利。我冷笑一声，这些长老前世为了巴结龙族，亲手把我送进火坑，现在他们又想来牺牲我。龙宫那边，林婉容的日子过得比我想象中还要惨。傅景云为了挽回面子，听信了那些老龙的建议，逼着林婉容去龙池接受洗髓。所谓的洗髓，就是要把蛇族的血脉强行转化，那种痛苦简直像把皮肉一片片撕下来。我不洗了，我受不了了，求求你放我出去！受不了也得受，你要是生不出纯正的龙宝，你就没资格当这个侧妃。我站在山神殿的观尘镜前，看着镜子里林婉容痛苦的样子，心里没有半点同情。前世我就是这样熬过来的。我生龙宝的时候，傅景云连看都没看我一眼，只关心孩子是不是血脉纯正。现在的林婉容才刚刚开始经历我受过的罪。我关掉镜子，转身走向山神，他正坐在案前看地图，见我进来，
放下了笔。想救他们？不，我想让他们付出代价。蛇族那些长老，还有傅景云，我一个都不想放过。山神看着我，眼里闪过一丝赞许。他从怀里掏出一枚青色的印章，放在桌上。这是山神的兵符。既然你是我名义上的妻子，这东西拿去玩吧。我心头猛地一跳，这兵符能调动这片大山所有的精怪，山神竟然这么信任我。我接过兵符，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涌入手心。此时门外传来急报，说傅景云带着龙族的亲兵已经到了山脚下，指名道姓要山神把我交出去。我握紧兵符，嘴角微微上扬。傅景云，你自己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傅景云，你自己送上门来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傅景云骑着一头巨大的海兽，身后跟着几百个龙族精兵，看起来威风凛凛。林婉容也跟着来了，她脸色惨白，显然喜髓还没恢复，但她眼里全是恨意，死死盯着山门口。山神，把林晚秋交出来，她本就是我龙族的奴才，你强占他人之妻，就不怕三界笑话吗？我拿着兵符，缓缓从山门内走出来，山神就跟在我身后，像一座不可撼动的大山。傅景云，你说我是你妻子，你有迎亲文书吗？你有天地见证吗？你胡说！你本来就是要嫁给太子的，是我救了他，你这个抢姐姐男人的贱人！我没理会他的风言风语，直接举起手中的兵符。众山精听令，龙族擅闯山神界，目无法力，给我打回去！众山精听令，龙族擅闯山神界，目无法力，给我打回去！话音刚落，四周的山林里传出震天的吼声，无数巨石从天而降，地上的藤蔓像毒蛇一样缠住了龙族精兵的脚。傅景云没料到我竟然能调动山神的力量，一时间被打得措手不及，从海兽上跌了下来。我走到他面前，居高临下的看着他。傅景云，你前世那股傲气哪儿去了？现在怎么像条丧家之犬？傅景云瞪大眼睛，他听不懂我说的前世，但他能感觉到我眼里的杀气。山神此时走上前，轻轻一挥手，一道雷电直接劈在傅景云脚下。滚！再有下次，就留在这里当肥料。傅景云吓得脸色铁青，拉起林婉容，带着残兵败将狼狈逃窜。傅景云吓得脸色铁青，拉起林婉容，带着残兵败将狼狈逃窜。打退了傅景元，我并没有觉得多开心，因为我知道龙族不会就此罢休。我在山神殿的藏书阁里翻找，想找到彻底压制龙族血脉的方法。突然一张泛黄的卷轴从书架缝隙里掉落出来，上面记载着龙族繁衍的真相。我颤抖着打开卷轴，上面的内容让我浑身冰凉。原来龙族之所以要找蛇女受孕，根本不是为了繁衍后代，而是为了祭祀。每一个生下的龙宝都会在满月那天被抽干精血，用来供养龙族的那些老祖宗，延长他们的寿命。前世我那个刚出生就被抱走的孩子，根本不是被送去享福，而是成了他们的祭品。前世我那个刚出生就被抱走的孩子，根本不是被送去享福，而是成了他们的祭品。傅景云，你们这群畜生！我恨得咬牙切齿，指甲深深陷入掌心。前世那种撕心裂肺的痛苦再次把我淹没。山神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后，他按住我的肩膀，声音依旧平静。看到了，这就是你前世拼命想护住的真相。我回头看着他，眼里全是泪水。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了？所以我才在那天带走你。林晚秋，想报仇就得变得比他们更狠。我擦干眼泪，眼神变得无比坚定。林婉容现在肯定还做着当龙母的美梦，她根本不知道她肚子里的那个孩子就是她的催命符。我要变强，我要在林婉容生产那天亲手毁了整个龙宫。自从知道了龙族的祭祀阴谋，我整宿的睡不着。我看着窗外的月亮，心里想的全是前世那个没见过面的孩子。山神坐在我身后，他一直没说话，只是静静地陪着我。我知道他在等我做决定。既然林婉容那么想生龙宝，那我就帮她一把。
我从怀里拿出一颗红色的丹药，这是我这些天用蛇族秘法炼制的聚灵丹。这东西能让蛇女瞬间受孕，而且能让胎儿疯狂吸收母体的精气，看起来像是怀了血脉极其纯正的龙子。我把丹药交给老管家，让他想办法送到林婉容手里。我太了解林婉容了，她现在急于在龙族站稳脚跟，只要听说这药能帮她怀孕，她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吞下去。没过几天，观尘镜里就出现了林婉容的身影，她此时正躲在屏风后面，偷偷摸摸地拿出了那颗红丹药。她的脸色因为之前的洗髓变得很差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眼神里全是疯狂。她的脸色因为之前的洗髓变得很差，整个人瘦了一大圈，眼神里全是疯狂。林晚秋，你等着，等我生下嫡长子，我一定要让傅景深带兵平了你的山神殿。他张开嘴，一口就把丹药吞了下去。看到这一幕，我冷笑出声。他根本不知道，这药不仅是受孕的良药，更是催命的符咒。只要孩子开始发育，就会像水蛭一样吸干他的修为和寿命。我关掉镜子，心里没有一丝波澜，这都是他前世欠我的。半个月后，龙宫传来了喜讯，林婉容真的怀孕了，而且龙族的祭司亲自检测过，说是千年难遇的纯正血脉。傅景云高兴坏了，他当众宣布提拔林婉容为正妃，还赏赐了无数的奇珍异宝。林婉容穿着最华丽的衣服，挺着还没显怀的肚子，在龙宫里横着走。他甚至专门派了一个使者来到山神殿，送来了一封请帖。请帖上一个字也没写，只画了一个大大的笑脸，那是他在向我炫耀他终于赢了我。请帖上一个字也没写，只画了一个大大的笑脸，那是他在向我炫耀他终于赢了我。我随手把请帖扔进火盆里，看着它化成灰烬。山神走到我身边，他递给我一把通体碧绿的长剑。龙族最近在加固结界，他们可能要在孩子出生那天开启祭坛。这把剑，你留着防身。我接过长剑，感觉到一股冰凉的气息顺着手心传遍全身。我开始在后山苦练剑法，每一剑刺出去，我仿佛都能看到傅景云那张虚伪的脸。山神就在一旁看着，偶尔会纠正我的姿势。他虽然话不多，但我能感觉到他的目光一直锁在我身上。我知道他在担心我，但我更清楚，如果不亲手毁了龙宫，我这辈子都无法真正解脱。我知道他在担心我，但我更清楚，如果不亲手毁了龙宫，我这辈子都无法真正解脱。我练习得很刻苦，汗水湿透了衣服，手掌磨出了血泡，但我一点也不觉得疼。我在等那个孩子满月的那一天。随着林婉容的肚子一天天变大，我发现自己的身体也发生了奇妙的变化。或许是因为待在山神殿，吸收了这里的古老气息，我体内的蛇族血脉竟然开始觉醒了。蛇族原本并不是弱小的种族，在远古时期，我们也曾是这片土地的主人。我坐在密室中央，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力量在脊椎处游走，像是一条苏醒的巨龙。这种感觉和前世完全不同。前世我一直觉得自己低人一等，总是在讨好别人，但现在我感觉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自信。山神推门走进来，他看着我身上散发出的淡淡青光，眼中露出一丝欣慰。你现在的力量已经足以自保了。不够，我要的不仅是自保。夫人，这明摆着是鸿门宴，龙族肯定在宫里布下了埋伏。我看着那份金灿灿的邀请函，嘴角露出一抹冷笑。去？为什么不去？我也想亲眼看看我的好姐姐现在变成了什么样子。山神站在我身侧，他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。我会陪你一起去。我换上了一件深青色的长裙，没有佩戴多余的饰品，只有山神送我的那把短剑藏在袖子里。我们出发前往龙宫，一路上我看到了许多赶往龙宫的宾客，他们都在议论纷纷，说龙族这次真是走了大运。他们哪里知道，那根本不是什么大运，而是一场即将爆发的血腥灾难。龙宫的大门近在眼前，那些守卫看到山神的教辇，一个个吓得低下了头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踏进了这个前世囚禁了我一辈子的牢笼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踏进了这个前世囚禁了我一辈子的牢笼。
龙宫里张灯结彩，到处都是歌舞升平的景象。傅景云坐在高位上，满面春风。林婉容坐在他身边，她穿得异常华丽，厚厚的脂粉遮住了她惨白的脸色，但我一眼就看出她的精气神已经快被耗尽了，那双眼睛里全是浑浊。看到我和山神走进来，全场的目光瞬间都集中到了我们身上。山神大人大驾光临，真是让龙宫蓬荜生辉呀！山神只是微微点头，带着我找了个位置坐下。他自始至终都没有看傅景云一眼。林婉容死死盯着我，她摸着自己高高隆起的肚子，眼神里全是挑衅。妹妹，你看，这就是你前世求而不得的福气。妹妹，你看，这就是你前世求而不得的福气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端起面前的清茶抿了一口。周围的宾客都在夸赞林婉容有福气，说她生下的孩子一定是未来的龙王。傅景云听着这些奉承话，笑得合不拢嘴。他甚至开始幻想着龙族统治3界的情景。我看着这满屋子的虚伪，心里只觉得可笑。就在这时，我感觉到龙宫深处传来一股极其阴冷的气息，那是祭坛的方向。龙族的那些老家伙已经等不及了，他们已经在暗中准备祭祀仪式的阵法。我放下茶杯，转头看向山神，他对我微微颔首。宴会还在继续，林婉容似乎觉得炫耀的还不够，她扶着肚子，摇摇晃晃地走到我面前，故意把那只戴满宝石的手在我眼前晃。她扶着肚子，摇摇晃晃地走到我面前，故意把那只戴满宝石的手在我眼前晃。妹妹，你看看这成色，这可是傅景云专门从深海给我找来的。我看着他那张因为过度补益而显得有些浮肿的脸，心里只觉得可悲。他以为这是恩宠，其实这是催命的毒药。我没理他，目光越过人群，看向大厅深处，那里坐着几个穿着黑袍的老者，他们是龙族的长老，眼神阴冷的像毒蛇。他们的目光始终盯着林婉容的肚子，那不是在看后背，而是在看一盘即将出炉的美味。山神在桌下轻轻握住我的手，他的手心很暖，让我焦躁的心平静了不少。别看他们，那些老家伙对气息很敏感。傅景云举起酒杯，大声说着龙族未来的宏图，周围的宾客纷纷附和，笑声震耳欲聋。就在这时，林婉容突然闷哼一声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整个人往后倒去。就在这时，林婉容突然闷哼一声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，整个人往后倒去。快，扶侧妃回去休息，千万别伤着孩子。傅景云冲过去抱住她，但我看得真切，她的眼神里只有紧张和贪婪，没有半分爱意。我看着他们离去的背影，感觉到龙宫地底下的那个阵法跳动得越来越快了。宴会结束后，山神带着我留在了龙宫。傅景云为了显示大度，给我们安排了住处。我趁着夜色，悄悄来到了林婉容的寝殿外。屋子里传出一阵阵浓郁的药味，还有林婉容痛苦的喘息声。好疼，肚子好疼，傅景云，你救救我！好疼，肚子好疼，傅景云，你救救我！忍着，祭司说了，这是孩子在觉醒血脉，疼说明他强壮。我躲在阴影里，看到傅景云推门走出来，他的脸上写满了厌烦，完全没有了在人前的温柔。我等他走远，推开窗户跳了进去。林婉容躺在床上，头发枯黄，皮肤干瘪，像个行将就木的老人。她的肚子却大得惊人，而且还在微微发光，那光芒正在一点点吸走她的生命力。林晚秋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我只是来看看你还能撑多久。他想坐起来骂我，却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。我看着他，心里没有报复的快感，只有对龙族更深的恨意。这一世，他抢走了我前世受的罪，但也让我看清了这群龙的真面目。离开林婉容的房间后，我并没有回客房，山神已经在暗处等我了。他带着我避开守卫，进了一段极其阴冷的地下隧道。这里的墙壁上刻满了诡异的符文，每一道符文都散发着让人作呕的血腥气。这就是龙族的祭坛，
他们为了长生，在这里献祭了无数生灵。走到尽头，我看到一个巨大的血池，池中央悬浮着一个白骨累累的王座，几个龙族长老正围着血池念咒，血水翻滚着，凝聚成一股股黑气，往寝殿的方向飘去。我终于明白了，林婉容肚子里的孩子只是一个容器，龙族老祖宗的残魂会借着这个孩子重生，而林婉容和那个未出世的孩子都会成为养料。我们现在能毁了他吗？现在毁了，林婉容会立刻死，而且阵法已经启动，强行破坏会引起大爆炸。山神拉着我慢慢后退，他的眼神变得很深邃，似乎在计算着什么。我握紧了袖子里的短剑，既然不能现在毁掉，那我就等到最后一刻，在他们最得意的时候，给他们致命一击。我们悄无声息地回到了地面。龙宫的夜空很美，但在我眼里，这全是一片血红。离预产期只剩3天了，龙宫里的气氛变得异常压抑，连宫女走路都小心翼翼。我在花园里遇到了林婉柔，她坐在轮椅上，有2个粗壮的婆子推着，她的眼睛已经凹陷进去了，只有那肚子圆滚滚的，看起来非常不协调。林晚秋，你赢了。林晚秋，你赢了。她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，让我有点意外。我感觉到了，他在吃我。傅景云根本不在乎我，他只想要这个东西。看来死亡的阴影终于让他清醒了一点。这是你自己选的路，前世我被你推下悬崖，这一世你抢着进这火坑。如果我当时没去救他……他的话没说完，傅景云就带着人过来了。他看到我和林婉容在一起，眼神立刻变得警惕。晚秋姑娘，侧妃需要静养，你还是少来打扰。他挥挥手，让人强行把林婉容推走。林婉容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全是绝望。我看着傅景云那张伪善的脸，心里只觉得恶心。他还在做着重振龙族的美梦，却不知道山神已经把所有的山精妖怪都调到了龙宫外围。生产的前一天晚上，天空突然暗了下来，雷声在云层里闷响。我站在窗前，看着远处的龙宫，那里被一层浓浓的黑雾笼罩着。山神正坐在桌前擦拭他的长刀，他的动作很慢，却透着一股肃杀的气息。明天不管发生什么，都跟在我身后。我知道，但我一定要亲手了结这一切。我拿出那颗从蛇族带出来的避毒珠，把它含在嘴里。龙族在祭祀时会释放出大量的迷雾，这珠子能保我不受干扰。这一晚我没有睡觉，我脑子里全是前世的点点滴滴，那些痛苦、不甘和愤怒，所有的情绪都汇聚成了一个念头，让龙族彻底消失。黎明时分，龙宫方向传来了一声凄厉的惨叫。黎明时分，龙宫方向传来了一声凄厉的惨叫，那是林婉容的声音。祭祀开始啦！我站起身，推开门，外面的风很大，吹乱了我的头发。山神站到我身边，拉住我的手，他的力量顺着指尖传过来，让我感到无比安心。我们朝着龙宫走去。这一战不仅是为了复仇，更是为了给那些被龙族残害的生灵讨回公道。我跟着山神走进了地道，这里的空气很冷，带着一股陈旧的土腥味。前世我在这里待过，但从来没进过最深处。石门划开后，我看到了林婉容，她被几根锁链困在石柱上，整个人憔悴的厉害，脸色白得像纸。几道黑色的气流正从她身上流向四周的阵法符文。傅景云站在不远处，手里拿着一叠符纸，眼神盯着那些闪烁的纹路。他听到声音没回头，只是继续往阵眼里灌注灵力。快了，只要把他体内的蛇族本源血脉抽干净，我就能突破最后的瓶颈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只觉得恶心。林婉容对他来说只是一个提升修为的药引子。傅景云，你为了那点修为，连他的命都不要了。傅景云终于转过头，他的眼睛里布满了血丝，那种偏执让我觉得很陌生。这三界本来就是强者的天下，她既然想嫁给我，为我牺牲一点血脉又算什么？我握紧了拳头，前世的我也是这样被他榨干了最后一点价值。我握紧了拳头，前世的我也是这样被他榨干了最后一点价值。林晚秋，当初你要是乖乖嫁过来，现在被锁在这里的就是你了。
他指了指身后的阵法，林婉容似乎听到了声音，她勉强睁开眼，看着傅景云的背影，眼神里全是绝望。她想说话，却只能发出丝丝的喘息声。我转过头不去看他，这种下场是他自己选的，但我不能让傅景云的计划成功。山神站在我身后，他轻轻按了按我的肩膀，示意我冷静。这个阵法在透支龙脉的寿命，阵成之日就是龙宫覆灭之时。我对他点点头，我知道该怎么做。我从怀里摸出那块青色的玉佩，这是山神给我的破阵关键。傅景云见我拿出了玉佩，脸色猛地变了，他抓起旁边的短刀就冲了过来。玉佩按向阵眼的一瞬间，我感觉到一股冰冷的力量顺着指尖冲进我的身体，那是阵法的反噬。我死死咬着牙，没让自己松手。石柱上的符文开始一个接一个的熄灭，那些流动的黑色气流像是遇到了火的冰，迅速消融。不，我的修为，我的力量。傅景云挣扎着爬起来，他想冲过来推开我，但山神就在旁边守着，他每往前一步，脚下的地板就会裂开一道缝。傅景云强取豪夺，终究是一场空。林婉容在石柱上发出了一声闷哼，她身上的锁链猛地炸开，整个人摔在地上，那些原本缠绕着她的黑气四散离去，她像是断了线的木偶，瘫在那里一动不动。就在这时，整个密室开始剧烈摇晃，头顶的石块不断往下掉，砸在地面上发出闷响。阵法破了，这里要塌了。我收回手，那块青玉佩已经碎成了粉末，我的手心被震出了血，但我顾不上疼。傅景云看着熄灭的阵法，整个人像是傻了一样，他突然大笑起来，笑得眼泪都出来了。毁了，全毁了。林晚秋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阵法反噬，谁也别想活。他猛地扑向密室深处的一根石柱，那是支撑整个地宫的主梁。他用尽全身力气撞了上去，石柱瞬间断裂。山神一把拉住我的腰，带着我往出口冲去。走，别管他。我回头看了一眼，傅景云的身影被淹没在落下的巨石中。我看到几个蛇族侍女正拼命往林婉容那边爬，想把她拉出来。我被山神护在怀里，四周全是石头落地的撞击声，地道里的灯早就灭了，只有山神身上散发出的淡淡微光照着前面的路。我们刚跑出地道口，就看到龙宫的大殿已经裂成了两半，原本那些金碧辉煌的装饰全掉在了地上，被踩得粉碎。那些龙族的侍卫和宫女乱成一团，有人在哭，有人在抢东西，根本没人管傅景云的死活。我在混乱的人群里看到了那几个蛇族的侍女，她们抬着一个担架，上面躺着林婉容。婉秋姑娘，救救侧妃，她还有气。我停下脚步看了一眼，林婉容的脸已经憔悴得不像样子，头发也白了大半。她虽然还活着，但体内的血脉被抽了大半，以后恐怕只能是个废人。带她走吧，回蛇族去。侍女们点点头，抬着人往出口跑去。我看着他们的背影，心里没有一点同情。前世他把我推下悬崖的时候，也没想过给我留活路。轰隆一声，大殿顶上的金龙雕像掉了下来，正好砸在出口的路上。山神抬手一挥，巨大的金龙被震开一段距离，他拉着我几步跨过了废墟，冲出了龙宫的大门。刚出门，我就感觉到脚下的土地在震动，回头一看，整座龙宫正在缓缓往下陷。那些曾经高高在上的龙族，此刻都像丧家之犬一样在荒野上跑着。走，别回头。我发现山神的声音有点不对劲，他拉着我的手，掌心冷得吓人。我转头看他，发现他的嘴角竟然挂着一丝黑色的血迹。你受伤了，是因为刚才破阵的反噬。他摇摇头，强撑着带我继续往前走。我们走出了很远，直到看不见龙宫的废墟才停下来。山神靠在一棵老树下，身体滑坐到地上，他的脸色在那一瞬间变得惨白。手臂上开始浮现出一道道黑色的纹路，
那些纹路像是活的一样，正在往他的心口爬。怎么会这样？你不是说没事的吗？我抓起他的手，想用自己的灵力帮他压制，可我的灵力刚碰到那些黑纹，就被一股阴冷的力量弹开了。龙脉断裂，地底的浊气涌出来了。我带你出来的时候挡了一下。我看着他手上的黑纹，心里疼得厉害。他一直不出声，就是怕我担心。我想起前世，傅景云为了让我生下龙宝，给我灌了无数的药，却从来没问过我疼不疼。而这个男人却为了我连命都快搭上了。我带你回山神殿，老管家肯定有办法。山神摇摇头，他指了指后山的方向。山神摇摇头，他指了指后山的方向。浊气已经封住了上山的门。晚秋，你听我说，蛇族有一颗避毒珠，你得去把它拿回来。我愣住了。避毒珠是蛇族的圣物，一直由大长老保管。前世大长老为了巴结龙族，把这珠子送给了傅景云，后来就不知去向了。我知道在哪儿，傅景云一定把它带在身上，或者藏在他的私库里。我看着山神越来越虚弱的样子，心里做了一个决定。我把他扶到一个隐蔽的山洞里，用树枝遮住洞口。等我回来。我转身跑向蛇族的老宅。我知道傅景云还没死透，他一定会回那里。蛇族的老宅现在乱成了一锅粥。龙宫覆灭的消息传回来后，那些原本巴结龙族的长老们都在忙着分家产。我走进大门的时候，正看到大长老在指挥族人搬东西。他看到我，先是一愣，随即脸上露出了那种虚伪的笑容。哎呀，晚秋回来了，听说你现在是山神夫人了，快里面请。我没理会他的客套，直接走到他面前。避毒珠在哪？大长老的脸色僵了一下，他眼神躲闪，手不自觉地摸了摸袖子。那东西当初不是送给龙太子了吗？现在龙宫塌了，珠子肯定也丢了啊！我看着他那副样子就知道他在撒谎。我猛地伸手掐住了他的脖子。觉醒了白蛇血脉后，我的力气比以前大了很多。大长老被我掐得满脸通红，两条腿在空中乱蹬。我没时间跟你废话，珠子给我，否则我现在就送你去见龙王。周围的族人都吓傻了，没一个敢上来帮忙。大长老从袖子里哆哆嗦嗦地掏出一个木盒子。在这里，傅景云逃命的时候掉在路上的，被我捡到了。我夺过盒子打开一看，里面果然是那颗散发着淡淡青光的避毒珠。就在这时，门外传来一阵阴冷的风，一个浑身包裹在黑袍里的人走了进来。他走路的姿势很怪，每走一步，地上都会留下黑色的粘液。林晚秋，把珠子还给我。林晚秋，把珠子还给我。我看着那张已经溃烂的看不出原貌的脸，握紧了手里的珠子。傅景云，他果然变成了怪物。林晚秋，你还是来了。我握紧手里的避毒珠，青色的光芒把周围的黑雾照开了一大片。傅景云，你费尽心机想抢走一切，结果却把自己变成了这副鬼样子，值得吗？傅景云抬起头，他那张溃烂的脸上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。我不甘心啊，凭什么山神能长生不老，我就得在这龙宫里等死？我只是想活下去，我有错吗？山神靠在我肩膀上，他看着傅景云，眼神里竟然没有恨，只有一种看透世俗的淡然。长生不是抢来的，你吞了龙脉，却承受不住地底的怨气，这叫自作自受。你吞了龙脉，却承受不住地底的怨气，这叫自作自受。我看着傅景云，发现他的眼神开始涣散，他体内的浊气已经失控了，他现在的身体就像一个快要炸开的容器。傅景云身后的石柱开始崩裂，更多的黑气从地缝里喷出来。山神告诉我，这就是龙脉的伤口，如果不用避毒珠堵住，这方圆百里很快就会变成荒地。我往前走了几步，傅景云看着我手里的珠子，下意识地想伸手抢，但他那只已经石化的手刚抬起来就碎成了粉末。给我，把珠子给我，我能修补好这里，我能重新当龙王。我没理会他的胡言乱语，
我把碧毒珠高高举起，体内的白蛇血脉疯狂运转，将所有的灵力都注入珠子里。傅景云，你已经没机会了，这珠子不是救你的，是救这片大山的。傅景云，你已经没机会了，这珠子不是救你的，是救这片大山的。碧毒珠感应到我的心意，发出一声清脆的鸣响，化作一道巨大的青色光柱，直接刺入了那道喷涌黑气的地缝。那些狂暴的浊气碰到青光，就像雪遇到了火，迅速消融。我感觉到脚下的土地在微微颤抖，那是龙脉在被安抚。傅景云被这股光芒笼罩，他发出了最后一声不甘的喊叫。他身上的黑色鳞片在光芒中一点点剥落，最后连同他的身体一起化成了灰烬。我感觉到一阵脱力，身体往后倒去。山神从后面抱住我，他的手虽然冷，但心跳很有力。当我们走出地洞时，第一缕阳光正好照在废墟上，那些终年不散的黑雾终于消失了。空气里虽然还有股焦糊味，但已经能闻到泥土的清香。废墟周围那些枯死的树木，竟然在根部冒出了一点点绿芽。龙脉被封印后，大地开始自我修复。我看着这片废墟，心里那种压了很久的沉重感终于彻底放下了。傅景云死了，龙宫也没了。山神，我们赢了。山神点了点头，他手臂上的黑纹已经彻底消失，脸色也红润了不少。他牵着我的手慢慢往山外走，路上我们遇到了蛇族的几个长老，他们正带着族人在清理废墟上的碎石，想看看能不能挖出点值钱的东西。看到我们，大长老赶紧丢掉手里的断粮，诚惶诚恐地跪在路边。夫人，我们知错了，以后蛇族一定为山神殿马首是瞻，求您饶了我们之前的冒犯。夫人，我们知错了，以后蛇族一定为山神殿马首是瞻，求您饶了我们之前的冒犯。我看着这群唯利是图的人，心里连恨都提不起来。只要你们安守本分，山神界不会为难你们。但如果再有异心，傅景云就是你们的下场。长老连连磕头，保证以后绝不再犯。我没再理会他们，和山神一起踏上了回家的路。回到山神殿后，生活节奏慢了下来。我每天陪着山神在后山种花养草，偶尔也会去灵泉边教那些小精怪一些简单的法术。蛇族那边送来了不少珍贵的药材和种子，想弥补之前的过错，我挑了一些有用的种在院子里。林婉容被安置在蛇族后山的一个小院子里，老管家去看过一次，回来跟我说，他现在每天对着一棵枯树说话，人虽然疯了，但看起来倒也安稳。我没去看他，前世的恩怨已经随着傅景云的死烟消云散了。他能活着，已经是这一世最大的恩赐。山神的身体恢复得很快，那天他带着我爬到了这座大山的最高峰。晚秋，你看，这就是我们要守一辈子的地方。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，漫山遍野都是翠绿的树木，溪水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这种宁静，是我前世在龙宫里做梦都不敢想的。这样挺好的，没有争斗，没有算计，只有我们。他从后面环住我的腰，把下巴抵在我的肩膀上。那一刻，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踏实。转眼间，我们回山已经3年了。这3年里，我彻底觉醒了白蛇血脉，不仅能帮山神调理灵气，还能护佑一方平安。今晚的月亮特别圆，我坐在露台上，手里拿着那颗已经变得晶莹剔透的碧毒珠。傅景云和林婉容的名字已经很久没人提起了，在这片大山里，他们只是一个遥远而模糊的传说。山神端着2杯清茶走过来，坐在我身边。又在想以前的事？我摇了摇头，靠在他的肩膀上，看着远处的群山。我在想，如果当初姐姐没有把我丢在半路，我现在会在哪儿？山神放下茶杯，握住我的手，语气坚定。不管你在哪，我都会找到你。白蛇选中的人，注定是我的妻子。晚风吹过，带起一阵阵花香。我知道未来的日子还很长，但只要身边有他，每一天都是最好的安排。